这几天走访的多个区的出租车和火三轮都没有载过学生去远梦里。你那边呢？学校周边的超市、商铺查了吗？有这样的线索，韩子昂开口了。他怎么说？他是这么说的：卡荣，白兔的卡荣，白兔到影一村，木马，特洛伊木马，他要吃人，他要吃了你。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说的都是一些二次元的话。这不是说胡话吗？也不完全是。啊，行，你给我解释解释。我现在搞不清楚他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些二次元的话，很有可能跟三次元的案发现场有关系。我们可以试着破解一下。一个刑警穿成什么样子？我这不是为了……行了，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回医院继续守着韩子昂，等他彻底清醒了再好好问，别老一惊一乍的，影响查案思路。接着说。学校附近的商铺都走访过了，能找到的监控也都查过了，但是没什么特殊的发现。哼，这瞿大海要听得明白这些啊，他早就不在地球上待着了。这事儿啊，不能全怪他。韩子昂的话的确不容易懂。如果这个隐逸村指的是元龙里的话，那这百度的卡戎会不会指的是一种交通工具呢？专案组目前重点排查的也是交通工具，各种运营车辆和火三轮。那顺风车查了吗？什么顺风车？哎呀，就是很多店铺早晚都要进货嘛，啊，路上顺带拉个活。这种黑车随机性也太强了，咋个查嘛？这5个学生是逃课出来的，结果这路上的监控都没有发现他们。我觉得重点应该查一下这几个孩子所在学校的附近有没有大修大建的地方，如果有的话，那应该对监控是有影响的。哎，地图呢？拿来我看看。重点查这里。我的烟呢？路上丢了一包，回头赔给你。没关系，正式认识一下，我叫袁志强，你呢？哦，是这样，我今天要开车去省城办事，和老乡一起啊。你不老是说想去北京吗？省城有去北京的火车，你要不要搭个顺风车把你捎到省城？这么高的呀？穿一个绿色的外套和一个深色牛仔裤，这么高？看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大概这么高，穿个绿色的外套。没有见过。哎，这个孩子你见过？好吧，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没见过。哎，好吧，谢谢啊。多少钱这个？200块钱。哦，那这3个你给我包了啊。
老板，忙着呢，来一个。啊，不要，谢谢。跟您打听一下，这水泥厂的老板今天来了吗？你说的是哪个老板啊？宋青松，宋老板啊。他来没来我不晓得哈。你个车停的不对头，你要不修车你都落起走，要不要得？修车，来就是修车的，你看都刮成什么样了？你给探探伤，开个价。啊，停得刚刚好。哎呦，你这个车造的有点严重哦。人跑了吗？哎，你莫看呐，你见不到老宋。为什么呀？能见到老宋的人，不会到我那儿来打听他。你说也怪哈，这铁将军把门，守门的呢又膀大腰圆，不知道的还以为守的是军火库呢。你不晓得啊？前2天那儿打群架，200多号人，好大的阵仗，我那个扳手都整折了几个。打群架，跟谁呀？杜瘸子啊，都是老宋那个死对头。因为什么打？抢猎物，抢矿场的猎物。矿场，东山矿场啊。魏阳还有第2个矿场吗？公家的油水多。冉叔叔，地下迷宫查完了，接下来该查楼上的迷宫了吧？楼上要换一种查法，换一种？用特雷莫算法。雷姆是雷公电母吗？喏，特雷莫算法是所有迷宫解法中最耗时但成功率最高的解法。大意就是要把每一个路径都走一遍，然后做好记号，以免重复犯错。最终就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换作查案的话，就是找到线索。冉叔叔，你说的太绕了，不用雷公电母，这样不就行了？这是入口，这是出口。咦，这样不就找到方法了吗？给我。哎，宋总，你听我解释，昨天我是……昨天晚上表现不错，还算你有脑壳。啊，这又是奖励。上次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点那的。谢谢啊。哎。袁龙里被盗的10几万财物，你啥子时候还回来啊？马上还回来，马上还回来。把那个女的尸体埋在哪儿了？昨天我出来以后就遭警察跟了去了，我现在就把尸体挖回来。哪个喊你挖回来？你瓜的嗦？那我不把尸体挖回来，那我烧掉、毁掉、熔掉，给老子就地处理掉。好。回之前，拍张照拿给我。好。宋总，昨天的警察还在外面守到起呢，他们跟着去咋办呢？你自己屁股没有擦干净，还问老子要纸啊？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处理干净，被公安查到，你都去自首，你不去，老子让你全家都消失。
看你能坑里锁多久。元龙里，为什么非要去那儿？小心啊，小何！小何，你慢点儿。驰骋黄绿，青男子，葫芦兄弟都齐了。搞啥子？哎呀，松手，松手嘛！刀子、三指、钱串子，为啥子我们在哪里，你在哪里？咋个又是你哟？钱经理，小朋友问你话呢。单警官，有人投诉说是有臭味噻，我就上来看一下吧。本来以为是有人种的花花草草，哪个想到有人养鸡了，太过分了！那你算计我干啥子？我进去数鸡噻，不数清楚咋个发钱呢？我现在就替物业走人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必须清理干净。这个记录必须清理干净。姓钱的，不是你想的办法。大舅舅，大舅舅，做啥子？钱家军，做啥子？今天老子把话挑明了，你要是敢动我的气，我就敢动你的头。大舅舅，你莫乱来哦！警察在这儿呢。莫乱来，我是你大舅。莫乱来哦！你莫乱来，站住，站好。莫乱来哦！你莫乱来哦！莫乱来！老姨，你可真厉害！这些彩色的小鸡都是你养的呀？是的，小娃儿，你喜欢不？喜欢的话，爷爷送你一只。谢谢爷。还是算了嘛，我妈不会让我养的。你等一下啊。爷，谢谢爷爷。不知道这里面的小鸡是什么颜色？哎，这是胜利！哎呀，贺警官，这里就是了，谢谢，不客气。
秦校长你好，我是何小何，专程为了韩子昂的事情过来的。哦，何警官，快请坐。谢谢。秦校长，我知道您很忙，我尽量长话短说。我这次来呢，是想恳请学校再慎重考虑一下，收回劝退韩子昂的决定。何警官，昨天在电话里头啊，已经跟你说的很详细了。这个决定啊，是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才做出的。可是，你呢，先等我把话说完。劝退不是我个人的决定。韩子昂平时上课就精神恍惚，而且还经常会无故的旷课。这回好，不光旷课，在校外还持刀去伤了人。秦校长，韩子昂之前有出现过暴力行为吗？那倒没有听说。班主任反馈的情况是，他平时像个闷油瓶，但是就是这种闷油瓶才容易憋出王炸的。这些都是刻板印象。据我了解，韩子昂确实平时比较内向，但是那都是因为他酷爱看书，当然他看的也都是一些二次元的漫画书籍。我觉得他可能是把二次元的世界带入到了现实世界里。当他听说元龙里就是所谓的魔楼，他就想要去探探险，结果意外的碰到了流浪汉。他可能是紧张、害怕，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才出手伤人的。那何警官，就是按你的这个说法啊，韩子昂伤人是出于自卫啊，我能理解，但是家长不能理解啊。他持刀伤人是事实吧？如果说他来上学了，那家长得多提心吊胆啊。韩子昂现在人还躺在医院里，昏迷未醒。关于这起案件的性质，我们警方也在全力调查。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我想恳请学校不要轻易放弃他。在这个时候，有人能拉他一把，挽回的不只是上学的机会，可能是他整个人生。秦校长，其实我以前比他还不像话，还叛逆，但是当年有个人始终没有放弃我，在关键的时候把我拉了回来，才最终挽救了我，让我成为像现在这样一个警察。秦校长，对一个孩子来说，一个决定足以改变他们的一生。我再恳请您慎重考虑一下，或许您也可以成为挽救韩子昂的那个人。何警官，你看这样好不好？既然韩子昂还没有清醒，那劝退的这件事情，我们就尽量的延缓，直到结果出来之前，我先代表学校表个态。只要你们警方到时候肯出证明韩子昂的伤人是出于自卫，那劝退这件事情，咱们就有的商量。好，谢谢啊，谢谢秦校长，谢谢您。这小何都长这么大了，还这么叛逆，有了困难，打碎牙往肚里咽。师傅，小何算起来也是我师妹，一样学了6年刑侦，你要相信她。我自己的娃娃我能不信任呐？毕竟我是他爸。哎，你也是看他长大的叔叔啊，这是他人生第一个案子，该喂饭还得喂。哼，当年我第一个案子，也没见您喂我饭呀。呸！你那会儿认我当你师傅吗？您可真是越老越记仇啊！不得啥子来着，婶儿？不得豆腐那可龙，婶儿。
那点不能停车哈，那点不能停车。好噻，停车哈，人哪儿去了？哎，这是哪个屋头的亲戚吗？你们看，那个男的咋个穿个黑袍子？哎，装的娃娃也不服呀！强哥，强哥，18层不是早点没得人住的吗？强哥，你看见他背上干啥子？没得啥子。我去省城开会，听清点哦，莫出事。好。保洁说少了18楼。18楼，在烧黄以前都闹鬼哟。18楼不是偷开记录簿被烧掉了吗？到哪去了？啥时候了，老王？哎呀，王五乱，你在做啥子？啷个那点儿还有2个脚印嘞？还没上班就先吐为敬啊！第一天上班的娃娃，没退完刺的黄瓜。我这是晕车，您开得太快了。小刘啊，吐完了过来啊，我跟你说几句话。过来啊，跟你说几句话。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咱俩今天呢是临时搭班啊，虽然是临时的，但是也要捋清楚关系。我知道，冯队说您是借调来的，还有1周就回去了，叫我在叫你是少给我惹麻烦，是不是？叫我在专业上好好带带您。谁带谁呀？你个青钩子娃娃！
知道我干了多少年吗？可您一直在派出所，我学了6年刑警。哎呀，你那是纸上谈兵。废话不多说啊，师傅带徒弟是队里的规矩。冯队只说让我跟您搭档，搭档也得有长幼尊卑。我是师傅，你是徒弟，咱俩处顶，听我的。那您说今天怎么查？这就对了嘛。我跟你说啊，这个元龙里是我在派出所的时候负责的片区。当年呢，施工挖出了一个衣冠冢，从那以后，这里的人呢就开始疑神疑鬼，迷信氛围浓重，没事成天瞎报警。所以呢？所以就要按兵不动，先让他们冷却冷却。我不同意，迷信氛围处置不及时，容易出现群体事件。我刚才说的规矩都白说了，是不是？我是师傅，你是徒弟，师傅说什么？何师傅，咱能去办正事了吗？什么何师傅啊？你当我是修车的啊？倒是像个修煤气灯。什么煤气灯啊？煤气灯操纵 ，gaslight。说谁该死呢？年纪轻轻没礼貌。就在刚刚，元龙里出了个大事，晓得啥大事？一个女的被个男的坐电梯老实骂了，太吓人了啊！一男一女2个人被黑袍整个一裹，被得了，那骨头渣都没剩下，我是看得最清楚。你看得最清楚。老孟，哎，来，骨头渣子都没剩啊！行，我说，衣服是我家的，你不是说他裹走2条人命吗？那就是证物，我得没收，回去化验。还有谁看得最清楚？风吹草动就报警，炸糊多少回了？你们2个啊，一个居委会，一个保安队，不平息迷信谣言，还助长犯罪，报假警是违法的，知道吗？晓得。无受害人，无加害人，无家属报警，立案依据不充分。再说了，这派出所都来人了，来吧，把字签上吧。再有1个礼拜，我这借调就结束了，能明白我意思吗？啊，关键节点啊，鸡毛蒜皮的事儿别去刑警队找我，背了案子走不脱。哎，签了。我签到哪儿？哎，这个小同志是？哦，小刘啊，哎，这是我徒弟，刚毕业，刚来上班，人生地不熟的，以后你们多关照。您好，我姓冉，冉冉升起的冉。还有，我不是他。你好，你是李铁林，是不是你一回头就看到那个女人和老头不见了？是噻，那个女的穿个白裙子蓝皮鞋，哎，一下就没得了。想知道他们怎么消失的吗？你把赶3轮的过程再演一遍，演完回头看我。要得。哎，那点不得停车，走噻，走噻。鬼老子，你放手！真的我。哎，没得了，我说没得了。这儿呢。都以为进门必走大路，他们却贴墙根，避开了视线。这就叫心理盲区。你们看着我再走一遍啊！哎，这把戏都给戳穿了，还在这瞎折腾什么呢？这叫沉浸式体验。国外探案案例都有说，把自己想象成别人，还原其行为动作。什么体验？泡水体验？从这儿到那栋楼，走大路更近吧？他们为什么会舍近求远呢？哎，你跟我来。哎，不是，我们去哪儿啊？收队了，人家没找刑警。冯队接电话让我们来看看情况，我们楼都没上，也太没责任心了吧？什么叫没责任心呀？报假警才叫没责任心呢，而且还浪费警力。两位警官，是我们小题大做了，你们请回嘛，我去跟区所说一下。等等，区所？哪个区所？区大海？对啊，我都是报了个110，区所就来了。他在楼里呢。嗯，我去看看。
那个女的背着那个老头，就站在这里一动不动的，还把孩子拖了。除了拖鞋还干什么？还带了这个。哎，有法子，有法子，有法子。我去捡。毛毛躁躁，快点！去手，小心就印。哼，什么玩意儿？韩小航，你个龟儿子啷个来了来？哎，小韩，收活，瞎忙活什么呢？收队。我让你们收了吗？干活。这踩得乱七八糟的，这是勘察现场啊，还是破坏现场啊？嘿，谁说我在勘察现场？我在找人，干活。我看谁干。麻烦让一下，挡到痕迹了。看见了吗？刑警都在干活呢，干活！哎，我说你小子。哎，这小子挺有意思，叫什么？我徒弟冉方旭，公安大的高材生。公安大？嗯。你徒弟？不是我徒弟，我能给带这儿来吗？羡慕吧？想不想去刑警队？要不我替你跟冯队说说去，公安大的徒弟也归你，安不安逸？这木板挡的真不是地方。哎，这个还是你师傅在派出所扫黄的时候亲手拆的呢。嗯。借用一下。他不是我师傅。哎。你个龟儿子！老强，哎，开门。啊，好。不好意思，受了个气。这是干什么？这是？这都不懂啊？这叫泡水体验，对吧？这叫沉浸式体验。这门框上有个钉子，门沿的灰也被蹭掉了。目前判断，黑风衣是被人有意挂上去的。悬挂的距离刚好开门时能够罩住一个成年人。恶作剧啊！但有个疑点，脚印到这儿就消失了，并没有来回的脚印。那边都让曲大海他们踩成鸡汤了，还怎么查脚印？尘灰有厚度，新脚印、旧脚印也是有空隙的。还是方旭同志有责任心，查得清，问得勤。哎，不像某些人啊，脑壳装豆花，一板一花。你才是脑壳装豆花。那去，哎，底盘这么不稳，怎么当刑警啊？37码的脚步，背个老头能从小区外走这么远，这个女人体力还不错啊。哎，这也就是你们公安大基础课程吧？基础课不教生活常识。你小子！看见什么了？哎，4个烟头，从新鲜程度来看，吸烟的时间在2个小时之内。从燃烧痕迹看，吸烟的人情绪急躁，有的抽了几口就扔下去了。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烟吗？多少钱一包？翻杆花一吸，老板标配20块一包。你确定之前屋子里面是没有脚印的？
应该确定。我们是来找人的，怎么可能不猜吗？那也别猜那么多脚啊！何总，徐总，别着急，慢慢说。啊，所有的房间我都检查过了，没有人。监控录像我也看了，也没回电梯啊。这2个大活人，怎么不可能凭空就消失了？他得有个去处啊！楼梯的两边门外也都是锁着呀，还能去哪儿？听起来像个广义密室，3条通道，楼道门上锁，电梯又在监控之下。对嘛？要是不诡异，我就不给冯队打电话了。哎，我看你们刑警队趁早立案吧。啊，立什么案？立个屁案！我告诉你们怎么回事吧。门关着呢，外面锁着呢，开不开？看见了没有啊？这2个人就是这么出去的，这门就没锁，还立案，这就是个恶作剧，知道吧？何警官，不是的，这个楼道还有那个窗户，还有那个锁，锁怎么锁不是在？哎！要这样操作，不要让快去！大爷，我有急事儿，您下一趟吧，不好意思啊。当着警察面出错，太他妈猖獗了！给我站住！站住！站住！哎，你手回去！哎！这楼里头有坏人，把娃娃黑到了。哎，刚才楼梯间里跑的是不是你啊？啊，你跑18楼干什么去了？这个娃娃也看到了，他还跟那2个人有肢体接触。我问他，那你把我们锁到楼道里是什么意思啊？我怕你总来抓我。小朋友，别害怕，你是看见那2个失踪的人了吗？我看到他们2个人手了，这不是人手，是鬼爪子。鬼爪子？是不是又是你跟他说的鬼爪子呀？你看，我就说嘛，都是那2个人装的。撞到娃娃也不服呀！哎，那2个人撞了几下啊？都一下，一下浑身都是伤，开拖拉机怼的。小朋友，你这些伤他走的时候摔的。何警官，你听我说，锁是我们检查的时候挂上去的。我不管谁挂上去，我就问他是不是没锁上。是没锁上。啊，那没锁上，那2个人是不是从那门就可以走出去啊？好像是哦。勘察半天，连个通道都没搞清楚。老曲啊，就你这水平，我在冯队那儿怎么帮你说话呀？我用你说呀？
还出去做啥子？那就是个恶作剧，回去捡东西，走队。早喊你收你不收，香港回归都赶不上热乎的。嘿嘿。何警官，我觉得有必要。说吧，你觉得有什么必要？马强说西侧走廊根本没有任何脚印，他们还说这衣服裹走2个大活人呢，一天到晚造谣生事，他们这话能信啊？你别急，听我把话说完，你就直说，你到底想怎么着？我就是想把这个案子搞清楚。听好啊，第一，这不是个案子；第二，你要想继续查，我劝你换个搭档，不要耽误你回去当副所长。我知道，一开始就没看错你，全程搞密契的。哎，你刚才是不是骂我呢？哎，小伙子，看没看见小冉？小冉？什么小冉？冉冉升起的冉啊！你新来的吧？恒恒，吵啥子吵嘛？没看都在工作吗？我在找小冉。杨龙里又撞了，干你的活去，别一天到晚净想着给我裹乱。那冉方旭在档案室猫着呢，你好好劝劝他啊。要不接个电话，打了5分钟，一个个的懒散。这个就是老何。啊，你咋个又来了？在单位叫啥子老汉？你冉叔叔呢？你找他干什么？你别管，他人呢？哦，吃了睡，睡了吃，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谁天天待在这里不犯迷糊啊？有本事你把我调到外勤去！冉方旭，冉方旭，冉方旭，你以为你站在马桶上我就看不见你吗？出来，我们开。师傅，我拉肚子了，上吐下泻，我哪儿也去不了。你是鸵鸟吗？站着拉稀，给我出来！老子给你数3下，数到300我也不出来。你等着。1，你要干啥？师傅，师傅，3，师傅，刚写好的教案。嘿，你那些啊，都是纸上谈兵的废话啊！我呢，有个事关乎我的名声。您啥名声？路上说。哎，师傅，我还有工作呢。嘿，那也叫工作。有些人啊，天天想去干外勤；有些人啊，就想赖在档案室，没一个让我省心的。哎，你问他谁呢？师傅，咱能开慢点吗？慢点儿。想当年咱俩头一次出警的时候，我油门踩快了一点儿，你就吓得屁滚尿流。我那是晕车。
再说了，您开快车也不是赶着查案的。放屁！说的我好像多没责任心似的。反正咱俩第一次搭档，我姓啥您都没记住。我怎么就……好了，就到这儿了。那个地方我不敢开过去，邪得很。雨晴，哎，好，下车。您没告诉我来元龙里啊？废话，我要是告诉你，你还来吗？赶紧下车。我就回来出个差，再待1周就回去了。你再有7天就回北京了？您不会是想带我来查案吧？哎，这个孩子叫韩子昂，失踪还不到48小时，还没立案。我从家长那儿了解了些情况，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就答应帮他们找人。你师傅这些年找人那是有一手，人送美名，老神仙。既然事情不简单，就应该交给警方处理。都说了还没立案，我现在就是个热心市民，帮忙找孩子。你来都来了，高低帮我一把，这招牌不能砸。师傅，我现在就是个教书的，您也退休了，咱都不适合查案了，还是走吧。哎呀，你别跟我废话。那18年前我也想7天以后拍屁股走人，是哪个小王八蛋说我没有责任心的啊？对不起，师傅，当年是我连累您了。哎，你没有错啊，谁都没错啊。要说错呢，那都怪你当年跟我没搞好关系。哎，我怎么没跟您搞好关系了？我叫师傅叫的那么亲。我呸！你别给我浪费时间啊！下车。慢点儿，慢点儿。哎。你小子，口口声声说不来元龙里，怎么进了小区跑得比贼还快啊？还不是您又搞煤气灯？哎，不上网吧？现在不兴叫煤气灯了，叫洗脑。走吧。哎呀，歇哈儿嘛，歇不得，这个地方不能久待。这个楼啊叫魔楼，每隔一段时间要带走一个人的。有那个警察都洗白在这个地方了的。是嘛？有个警察还是管这一片的，叫何啥子的。死的时候那么粗根红泥枪，直接把身体剁穿了的，尸体挂在那个墙上，死得惨得很。哎呀，快点，快点！我看你们俩才挂着死相。大爷，我又没说你吼我爪子呢？哎，师傅，哎，你别拉着我，我倒是要问问，我是怎么挂在墙上的啊？哎呀！师傅，这元龙里早就有封建迷信氛围，您又不是不知道，何必较这个劲儿呢？我要是不骂他们，下一个被说死的就是你。这歌谣现在还唱吗？要不是当年你坚持把这案子查下去，这所谓的魔楼不定收多少颗人头呢。侯一航，请我吃饭。凭啥子啊？
你不是要查案子吧？我帮你插个队，早点把报告出了。啊？哎，还有6天我就回派出所了，整什么案子？证据都送来鉴定了噻，2枚指纹，4个烟头，1件风衣，还有一盒录像带，留的是你的名字。我都挺好的，就是跟何远航同志不太合拍，您能不能给我换一个搭档？第1天就要换啊？何远航怎么你了？觉得他没有。哎，不对，我来找我徒弟。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你徒弟。年纪小，心眼也小，随便说句话反应这么大啊！我不是心眼小，我是负责任。方队，您也看见了，脾气不和，性格迥异，经常吵架，影响效率。反正呢，我也快回派出所了。要不您给他再换个搭档，我也把手头的事儿交接一下。啊，合着你们俩在我面前唱双簧呢是吧？啊，说吧，你们查案需要什么支持啊？哎，方队，我们这不是演戏啊，我是真心的要跟他分开。方队啊，方队，哎，袁龙里那个丢人的案子，有群众过来反映一些情况。反映什么？何远航，注意态度。你们警方是没得觉得咋个，但小区里面传的凶啊，有人说失踪的2个人是黑白无常，那个楼就是他们的食堂，还有人到处传唱啥子元龙里18楼，18个小鬼18个头，鬼扯，肯定是哪个在那里鬼话连篇。方队，那元龙里当年动工的时候呢，确实挖出过一口棺材，但那是3国时期的衣冠冢，里面根本没人。像这样的事，让居委会反一反迷信就好了，何必让刑警队出面呢？但问题是，元龙的构成比较复杂，里面住的啥子人都有。昨天有人离奇失踪，现在又传出这样的歌谣，搞得大家是人心惶惶，还请公安查清真相。何远航，昨天那个案子到底咋回事啊？曲大海已经给定性了，就试装恶作剧。那根本就不是恶作剧。冯队，我昨晚走访了目击者，证实了3件事情：第一，走廊深处根本没发现脚印；第二，那把锁是保安挂上的；第三，楼道门的玻璃是梁老伯打碎的。所以，何警官昨天说的离场路径根本就不存在，那2个人的消失依旧是个谜。说得好，方旭同志说的对，领导说的对，小问题不重视，往往会发展成大问题的。人言可悲噻。有人说何远航啊是走后门进入刑警队的啊，坐。其实呢，他是我千挑万选才借调过来的。方队，何远航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在他那管辖片区内啊，常年的破案率最高。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他身上有你我看不到的长处。他在有些方面啊会帮你不少。当然了，你从专业的角度啊，也可以好好的带带他，明白我意思吗？冯队啊，那袁龙里的案子还是你们2个一起跟。侯总，你先忙，我先走了啊。
停，往前倒一点。这儿。好像是根烟哦。能看出是什么牌子的烟吗？啊？那看不出来哦，看不出来，看不出来。这应该是贴膏药留下的痕迹。你爪子嘛？我签字了嘛，你就给鉴定？你们技术科最近是不是饭不管饱啊？哎，有两行没看完呢。光看有个屁用？哎，这个号码是你的？啊，要不留你的？我没有户籍，你为什么不留刑警队的？还是那……何警官，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分析那两个人消失的动机。动机很清楚啊，就是恶作剧。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女孩一进电梯就脱鞋？为什么脱了鞋要叼在嘴里面？为什么老人在出电梯前按下了所有按键？就是个恶作剧，明白吗？那他们为什么能从密闭的空间消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去袁隆里查清楚消失路径。这就是脱裤子放屁！你找着人了，什么路径就都出来了。哎，听指挥，找着这俩人，你的为什么，他们自然会回答你啊。我凭什么听你指挥？行啊。哎。来，等会儿，你看见那几个骑火3轮的没有？这样，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你过去，如果你能打听出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以后我都听你的；要是你打听不出来，那你就得听我的，怎么样？我不赌。你不是要查路径吗？我记得那2个人就是坐火3轮来的吧？各位司机师傅，你们好，我是南山分局刑警队的，想跟你们了解一下。哎，哎，师傅，师傅，明白为什么不留警局的电话了吗？穿得跟钦差下乡似的，皮鞋西裤方便抓人吗？不接地气，还满口官话，连个骑火3轮的名字都打听不出来，还舔着脸要在这儿查案。哎，何警官，我大学期间研究中外各种典型失踪案，尤其是失踪人员的行为心理，我判断袁隆里这一起绝不是恶作剧那么简单。哦。那魏阳市渭南街道的失踪案查过吗？没有。知道为什么没有吗？我调到魏阳22年，在我管辖的地区，别说2条腿的人了，就是4条腿的阿猫阿狗，只要有人报失踪，我闭着眼就能找出来，用不着研究什么古今中外的失踪案。但是你贴寻人启事等电话的办法未免太被动了吧？你的主动是给别人添麻烦。我给谁添麻烦了？你把证物送到技术科，为什么要留我的名字？我昨天刚来报道，人家还不认我的签名。下车，自己坐车回警局，把有我名字那些送检单都给我撤回来。你送我去趟袁隆里，我再查一遍现场。我欠你的。下车！单位的车我凭什么下去啊？单位的车，这是我私人的车，油钱都是我自己掏的，这些也是我自己花钱印的。你以为只有你有职业精神，我也有。下车！
何警官，据我分析，失踪那2个人的离奇行为更像是受到了某种胁迫，才不得不那么做。而且好多命案都是从离奇失踪开始。哪来的命案？在我管辖的片区就没出现过命案，你一来就给我弄出一起命案来。墨菲定理听过吗？你越怕什么，就会越来什么。狗屁定理，狗屁命案。刚才打赌你是不是输了？输了就得听我的。我现在命令你回警局，把有我名字那些送检单都给我撤回来。何远航，你就不配当刑警。